学校4大校花被我舔了3，唯一没看上的林慕瑶，却在多年后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影后。颁奖采访环节，主持人让他给生命中最遗憾的人拨打电话。我的电话响了起来，他问我当年你没选择我仅仅是因为我穷吗？我看着自己瘦骨嶙峋的手臂，浅笑着说道：“林慕瑶能借我5万块吗？”下一秒电话被猛地挂断。林慕瑶微笑看着镜头，现在没有遗憾了，唯有庆幸。那一刻，我也笑得释然。林慕瑶得到影后奖时，第一个直播接受采访，和她站在一起的还有他货。讲电影的男主角宋景年刚开播就人气爆棚，直播间瞬间就涌入10万人。主持人先后问了林慕瑶和宋景年很多问题，最后神秘兮兮的说道：“接下来有一个临时增加的问题环节，请问林女士不会介意吧？”林慕瑶礼貌笑了笑，不介意。主持人继续兴奋道：“我们需要您现场给您生命中最遗憾的人拨打电话，然后说出您最遗憾的事情。”听到这话，林慕瑶沉默起来，直播间的弹幕也变得不停滚动。不知道影后最遗憾的人、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？好期待啊！应该不会是爱情吧？像林慕瑶这么漂亮的人，任何人抛弃她都会悔恨终生吧？可以吗，林女士？主持人忍不住提醒。林慕瑶回神笑着说道：“可以的。”然后她拿出手机开始拨打电话。我没想过她会给我打电话。我和林慕瑶已经5年没联系了，我甚至怀疑她已经把我的手机号码删除了。接到电话那一刻，我心情很复杂，最终我还是接通了电话。接通后很久，林慕瑶迟迟没有说话，我也没有开口，彼此好像沉默了1个世纪。直播间的弹幕都在催促，好紧张，到底是谁能够让林慕瑶沉默这么久？林慕瑶拿着手机的手用力到骨节都在发白，但始终没有说话。弹幕纷纷刷屏，对方到底是谁？太吊胃口了，我心脏都要不好了，是不是伤害林慕瑶的人啊？我这暴脾气，我等不及了。就在我以为林慕瑶可能会直接挂电话那一刻，她清冷的声音传来：“当年为什么没有看上我？就因为我穷吗？”话一出，直播间直接炸了。我的天，我家影后真的被人拒绝过？到底是谁那么有眼无珠，居然抛弃了林影后？现在肯定会死，林慕瑶一定不能原谅他。我看着自己瘦骨嶙峋的手臂，浅笑着开口：“林慕瑶能借我5万块吗？”直播间中的林慕瑶笑了，笑起来依旧那般漂亮动人，可她这般的笑容却让人心疼不已。直播间的粉丝纷纷安慰：“喂，林女神，你在我们心目中是最完美的，她不知道珍惜你是她的损失，这种人不值得你笑。”林慕瑶挂断了电话，神情也在一瞬间恢复了平静。她对着主持人淡漠的开口：“现在没有遗憾了，唯有庆幸。”主持人也连忙附：“人生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，有些人不值得留恋。”直播间的弹幕上都是对主持人言语的支持，偶尔夹杂1、2句骂我的声音。那么接下来该轮到宋景年了。主持人热情地对着宋景年说到，宋景年微笑着答应好的。他拿出手机，毫不犹豫地拨打了电话。电话铃声在直播间响起，直到林慕瑶把手机拿起，所有人才知道宋景年是给林慕瑶拨打的。林慕瑶看着宋景年，宋景年笑着示意他接电话。直播间疯狂了，不会吧？我磕的 CP 要成真了吗？别让我失望啊！林慕瑶和宋景年绝配，我太喜欢宋景年这么勇敢的性格，我太爱这一对了。林慕瑶也配合接通了电话。林慕瑶，我等了你很多年了，从高中到大学到娱乐圈，从群演到影后，从你爱他到现在。宋景年眼眶红透，而现在你放下了他，能接受我了吗？声音中带着卑微和诚恳。直播间的粉丝全部都在起哄，答应宋景年，快答应他呀！林慕瑶接受宋景年，忘了那个没心没肺的男人。宋景年居然陪了林慕瑶这么多年，你们不在一起都天理难容。可林慕瑶始终低着头，迟迟没有回应。宋景年的眼眶就这么一直红透，仿若闪烁着泪光。许久后，林慕瑶终于开口好，答应的那一刻，宋景年瞬间欣喜若狂，他眼里的泪水似乎更加明显。直播间都在恭贺，都在祝福着台上的人。这一刻，我的嘴角也扬起了释然的笑容。可直播结束后，我的手机却突然收到到账5万块的短信提醒。我没想过林慕瑶会真的给我打钱，但这钱我收下了，我也确实缺钱。对林慕瑶而言，或许她就是想要给自己所谓的遗憾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我也没想过会再和林慕瑶见面。如果不是她来医院拍电视剧，我在病床上听到旁边的病友兴奋地说道：“天啊，真的是林慕瑶吗？林慕瑶居然来医院拍电视了！我好激动，我好想下去要签名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嫌弃我？”林雨神本人比电视上还要漂亮。病友趴在窗户上激动地朝我喊：“顾晨，你赶紧过来看看，真的超级漂亮！”我终究还是忍不住和病友一起站在阳台上，下面很多人，但一眼就可以看到星光闪耀的林慕瑶。她此刻坐在一边的休息椅上，后戏宋景年在她旁边和她有说有笑。哇，这两人真的好配啊！病友露出一脸姨母笑，随后他又愤愤不平地说道：“到底是哪个男人那么不知道珍惜？”更可恶的是，林慕瑶上次给他打电话，他还想着要林慕瑶的钱，太不要脸了。他肯定不知道林慕瑶当时在做直播，现在知道了，肠子都悔青了吧？病友一直在喋喋不休，突然一下又猛地激动了起来。啊！林慕瑶往上看过来了，他看到我了，病友兴奋不已。也在那一瞬间，我直接转了身，他应该没有看到我。这时护士拿来手续单对我说道：“16床顾晨出院手续都办理好了，可以出院了。回去之后记得定期来复查，1个月1次。如期间遇到不舒服，也要及时来医院。”好，我换下了病号服。病友不舍得说道：“你就要出院了，真羡慕。”我柔声回道：“别羡慕你，还有希望。”而我没有希望了。我在5年前查出了血癌晚期，我的亲人都不在了，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骨髓，做移植手术就听天由命吧。我收拾好一切，准备踏出医院大门时，再次看到了林慕瑶，她也看到了我，猛地拽住我的手腕，用尽力气将我拉进了他的轿车内。一上车，他就问我：“顾晨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我尽量让自己笑得自然，我说：“我是提前知道你要来医院，拍尾随而来的，你信吗？”林慕瑶愣了一下，随即眼睛里都是厌恶。来做什么？我后悔了，我眼巴巴地看着他。林慕瑶眉头紧皱：“你又缺钱了。”我爽快承认被你发现了。
上次你借我5万块，这次还能借我一点吗？凭什么？林慕瑶压抑着怒火。我笑着回道：要不我陪你几碗。林慕瑶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变化，她咬牙切齿的说道：顾晨，你真的恶心到让人作呕。说完，他的愤怒的离开了。看着那远去的背影，我眼前逐渐模糊。5年前或许是个人选择，5年后就真的是被迫无奈了。我从林慕瑶的车上下来，站在马路边等苏柔来接我。她一到就连声道歉，不好意思，顾晨，我来晚了，公司一堆破事。一边说着，一边帮我把行李放进了后备箱。都说了我自己可以回去。苏柔很认真的说道：那怎么行工作哪有你重要？我也没太客气，坐进了苏柔的小车。苏柔开车离开那一刻，眼眸顿了顿。我刚刚好像看到林慕瑶了，我点了点头，她又走了。苏柔皱了皱眉头，嘀咕起来：这女人倒真是发展的越来越好。你确定不和她来个破镜重圆？我摇头回道：她有男朋友了。苏柔深呼吸了一口气，没再多说。她知道我和林慕瑶所有的事情，所以没道理劝我。苏柔把我送回家时，我随口提了句：有空我们一起去看看地。苏柔疑惑到什么地？目的我说得很平静，苏柔眼眶却一下就红了。她把头扭向了一边。我这段时间都在加班，可能要过段时间才行。好，我笑着答应，并没有揭穿她的谎言。毕竟她刚刚才说了，工作哪有我重要，她只是没法面对我的死亡。晚上我迷迷糊糊睡着后，电话突然响起。怎么了，苏柔？我没看来电，这么晚了能找我的就只有他了。准确说，我身边的朋友也只有他一个人。在等他那边传来林慕瑶冷漠的声音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我想都没想过他还会给我电话，甚至还会来找我。我以为今天说过的话已经够伤人了。我在南园路，我喝醉了，你来接我一下。说完电话就断了。犹豫了至少半个小时，我还是打车过去了。现在是凌晨2点，街道空荡荡。我去的时候没看到任何一个人站在路灯下。我望着孤高天空中那一抹残缺的月牙，心里是说不出来的感受。或许更多的是庆幸，庆幸林慕瑶只是在报复我，庆幸他不会再嫉妒我。我转身想要离开那一刻，顾晨身后传来了一个温暖而熟悉的嗓音。我转头看到了站在黑暗角落仿若被抛弃的女人，心痛的猝不及防。几乎是那一瞬间，让我倏然回想起5年前我们分手的画面，也在这条街，也是这样一个冷夜。他抱着我求我不要离开他，红着眼眶说他一定会出名，一定会赚很多钱，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，再给他一点时间，就一点时间。那时的我冷血又残忍。我说林慕瑶，我受够了，受够了住在寒冷的地下室，受够了每天东躲西藏的生活，我受够了为了你的梦想而放弃我的人生，我累了。哪怕以后你成了大明星，大富大贵，我也绝不后悔今天的选择。而那时的林慕瑶站在路口，看着我上了苏柔的车，她孤独而破碎的身影，让我在后来无数个午夜梦回时止不住泪流满面。此时林慕瑶忽然开口：顾晨，你真的后悔了吗？看着他猩红的眼眶，我一时无法分辨到底是难过还是愤怒。我还未开口，林慕瑶突然用手捂住了我的嘴，冷冷的说道：我不想听到你说一个字。然后拽着我的手，直接把我拉进了他的高级轿车。我坐在车上，安静的仿若空气。我不知道林慕瑶要做什么，也不知道他要带我去哪里。林慕瑶开着车，突然冷声开口，什么都不问我，忍不住好笑。不是他说不想听到我说一个字吗？我也不计较。将死之人其实什么都看得特别明白。林慕瑶，以前我做梦都不敢想，有一天我会坐上这么豪华的轿车。林慕瑶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，好半晌才冷冰冰的说道：是你自己没那个命。是啊，我真的没那个命了。轿车停了下来，我看着陌生的车间，迟迟没有下去。怎么还要我帮你开车门吗？林慕瑶讽刺我。说完，车门已经被他猛地打开，我再次被他狠狠地拽进了电梯，然后去了他家豪华大平层，可以俯视整个城市的夜景。犹记那年冬天，我们还在地下室相拥取暖，我被冻到不行，开始幻想我想要一套大房子。现在林慕瑶实现了。我站在偌大的客厅里，拘谨着有些无措的那一刻，林慕瑶突然把我拉到沙发上，然后直接坐在我的大腿上，温柔的鼻息传入我的耳朵。顾晨，这是你说的。说完他就开始脱衣服，我试图推开他，却又不忍心伤害他。可我真的不想和林慕瑶这样，不想以这种不堪的方式从他的世界彻底离开。10分钟后，林慕瑶的手机忽然响了，急促的铃声一道道在耳边响起。他终于还是接通了电话，那头传来了宋景年虚弱的声音：林慕瑶，我发烧了，烧到40度，你在哪里？能来我家送我去医院吗？我好难受。林慕瑶从我身上离开了，穿上衣服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我脸色惨白的躺在沙发上，一直紧握着的手机，还有刚刚拨打宋景年电话的记录。我穿好衣服，帮他整理好沙发的凌乱，开门那一刻才发现林慕瑶从外面把门反锁了，我根本出不去。我有些颓败，我不知道林慕瑶多久才会回来，也不知道他回来后还会做什么。我百无聊赖的在他家参观，我走进了他的卧室，我坐在他的书桌前，看到了他的日记本。原来林慕瑶还有写日记的习惯。我犹豫了很久，还是翻开了那本日记。2018年1月12日，顾晨离开了，跟着苏柔离开了。果然誓言都是屁。2018年2月12日，顾晨离开1个月，我鼓起勇气给他打电话，是苏柔接的。他说他和顾晨很好，让我不要再去纠缠他。顾晨这么好的男人，不应该为了我的梦想放弃一切。苏柔说的很对。2018年7月12日，顾晨离开半年，我接到了一个很好的剧本，演女二，这是我做梦都想要得到的角色。但真正拥有这一刻，我却好像没那么高兴了。大抵是我想要分享的那个人不在了。2019年1月12日，顾晨离开1年，这1年我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中，好像唯有这样才能够忘记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不如意。2019年5月27日，顾晨离开500天，今天是他的生日，他过得好吗？和苏柔结婚生子了吗？祝幸福。2020年1月12日，顾晨离开2年。我今天来大理拍戏了。顾晨一直说想要来大理，想要感受1年4季春暖花开，想在洱海边听风面，想在蓝天下喂鸽子。我想告诉顾晨，有些风景并没想象的那么美好。2020年3月15日，顾晨离开2年2个月03天。这段时间我频繁的接戏，频繁的接通告，活跃在屏幕上。顾晨会看到吗？他会不会后悔？可他说他永远不会后悔。2020年10月18日，顾晨离开2年7个月06天。
今天拍戏吊威亚，从上空摔了下来，那是我觉得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。所以醒来后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顾晨。我想告诉他，我现在很有钱了，我们不用再睡地下室，我们不用再吃泡面，我们可以吃遍全世界的山珍海味。我不会再委屈他放弃自己梦想，他可以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。可真正见到顾晨那一刻，我却没有勇气靠近。我看到他和苏柔提着在超市购买的大包小包，有说有笑的一起回了苏柔的住所。我就站在离他不到10米的距离，可他没有发现我。2021年4月3日，顾晨离开3年2个月22天。今天我去买房了，经纪人建议我买别墅，他说私密性更好，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市区大平层。顾晨说他喜欢大平层，有落地窗可以看夜景，还能裸奔。万一哪天顾晨和苏柔过得不好，他就可以直接搬来这里。2021年6月18日，顾晨离开3年5个月0.6天。我在娱乐圈的资源越来越好，为了赚更多的钱，不管什么剧本我都来者不拒。我的口碑越来越差，好多人都在骂我，网络暴力的杀伤力甚至比我想象中更大。我一度抑郁，那段时间一个叫时光不负的粉丝不停的发私信鼓励我，他做我粉丝很多年了，应该是我一出道他就关注我了，但以前没这么活跃。记忆中好像就是每年我过生日的时候，他会发一句铃木瑶生日快乐长命百岁，因为长命百岁这个祝福语让我对他印象深刻。毕竟人红了之后，我生日送祝福的粉丝很多，也不是每一个都会记住。而那段我最低谷的日子，就是他一直陪着我安慰我。他说谁都有跌倒的时候，爬起来就好。他说我是他见过最努力的演员。他说哪怕那些剧本不好，但他看到了我对角色的认真。他说他能够感觉到我对演戏的热爱。他还说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影后。他好像很知道我想要听到什么。不得不承认，我好像真的被他治愈了。2021年8月15日，顾晨离开3年7个月0.3天。我接了一部文艺片，经纪人很生气，因为这部电影我需要在大西北脱产拍摄8个月，这意味着我会丢掉很多其他角色，以及损失很多通告。可我不想再这么一直消耗我的人气了，我想要沉淀下来。之前的自己太浮躁。2022年4月12日，顾晨离开4年2个月。不出经纪人所料，我脱产拍戏离开8个月后，我的人气遭遇了滑铁卢，有过失落，却也不曾后悔。之前那几年扎堆拍戏跑通告，我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。现在趁着这段空余，我做了旅行计划，其实不需要做。顾晨之前说过很多想要旅行的地方，他说他要去迪士尼，去感受童话故事里的绚烂烟花，他要去长白山，享受有钱人在雪地里泡温泉的奢华，他要去华山，他要爬到最顶峰看日出日落，他要去西藏，去离天最近的地方，他要去内蒙古的草原上策马奔腾。只是一个人的旅行有点孤独。2023年2月12日，顾晨离开整整5年。我那部文艺片一经播出突然爆火，我的演技得到专业认可，我甚至凭借这部电影拿到了最佳女主角的大奖，我又翻红了。我接受了一个直播采访，主持人让我给人生最遗憾的人拨打电话。整整5年，我再次鼓起勇气给顾晨打了过去。我问他为什么要离开我，是因为我很穷吗？其实我想问的是，我现在有钱了，你能回来了吗？他没回答我，而是问我借10万块钱。那一瞬间心凉的透彻，不是受不了他一开口就问我借钱，而是他平淡而冷漠的口气，让我深刻感受到他真的离我很远很远了。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我想我应该没有遗憾了，所以我答应了宋景年的追求。宋景年确实陪了我很多年，从高中到现在，还为了我去西北拍8个月，我没道理拒绝他。直播结束后，我坐在保姆车上，工作人员都在恭喜我和宋景年这么多年终于修成正果。那一刻的我却鬼使神差的给顾晨打了10万块，就当给自己买一个教训。日记在这里就结束了，眼泪也不受控制的浸染了他的笔记本。我小心翼翼的擦拭干净，把日记本放在了原来的地方。那天晚上，林慕瑶没有回来，我在他的沙发上蜷着身体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天都亮了，林慕瑶也回来了，他手上提着早餐过来吃东西。我起身跟在他的身后，早餐很丰富，有面茶、肉包子、豆腐脑、豆汁羊杂汤和烧饼。我突然想起我们曾经在一起时，吃个早餐都要精打细算，骨子里面的节约实在觉得很浪费，所以我随口说了句吃不完吧，没让你吃完。林慕瑶没好气的说道。我没再多说，对现在的林慕瑶而言，这着实不算什么钱。我坐在饭桌前慢悠悠的吃着，林慕瑶坐在我对面，却并没有动筷子。你怎么不吃？我问他。吃过了。林慕瑶说道。是和宋景琰一起吃的吗？我浅笑着问道。林慕瑶默不作声。其实我不该多言，我也不该逾矩，可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很遗憾，很遗憾。我说林慕瑶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。林慕瑶抬眸看着我，他眼底闪过一丝惊讶。我们说过一起去迪士尼，一起去长白山，一起去。好，林慕瑶一口答应。我给苏柔打了电话，我说我要离开一段时间。林慕瑶就在我旁边，她嘴角一直带着讽刺的笑，对我给苏柔撒谎了。我没告诉她我跟着林慕瑶一起，我只说我要回老家一趟，回去散散心。苏柔很支持我，还交代了我很多事务。就我和林慕瑶第一站就去了长白山，听说那里还有积雪梅花。我们入住了酒店，换上了泳衣，然后去雪地里泡温。我身上裹着很大的浴袍，林慕瑶已经在私人汤池里面了。他嘲笑我裹这么紧做什么，又不是没见过。我不是不好意思，我只是怕他看到我骨肉如柴的身体吓到他。我磨蹭着还是脱了浴袍走进了汤池，我缩在一起，我们俩离得很远。林慕瑶看了我许久，突然朝我走来，他一把拽住我的胳膊，眼底都是愤怒。和苏柔这几年你就过成这个鬼样子，现在不都流行骨感美吗？你们娱乐圈的男明星不都这样？林慕瑶突然一口咬在了我的胳膊上，疼痛让我忍不住叫出了声。他放开我的胳膊，狠狠地冲我说道丑死了，然后愤怒地离开了汤池。我看着林慕瑶的背影，她身材真好啊，白皙的纤纤细腿，魔鬼般的身段，妩媚动人。林慕瑶走后，我在汤池里泡了很久，毕竟这么舒适的生活没下次了。泡完澡回到房间时，林慕瑶已经让人送来了晚餐。我们坐在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的残雪
吃着高档的牛排。林慕瑶看我放下刀叉，口吻中带着命令多吃点。我应了一声，我吃饱了。自从开始做化疗后，我的胃口就越来越差，有时候一天都吃不了一小坨饭。今天已经很勉强了。林慕瑶一把拿过我的餐盘，有些暴躁的将我剩下一大半的牛排切成许多小块，然后把一小块肉放在我的嘴边，张嘴我一张嘴，林慕瑶就把牛排喂进了我的嘴里，不准吐出来吃了。林慕瑶再次命令，以前不这么霸道的，果然当了大明星就不一样了。我吃完整整一份牛排，我已经好多年没吃过这么多了。吃完之后胃里面就难受了，想吐又不敢，就噎在那里。睡觉的时候辗转反侧不舒服。睡在我旁边的林慕瑶在身后突然问我们还是睡在了一张床上，只是中间隔了至少3个人的距离。林慕瑶并没有再对我主动做什么，逾矩的事情那晚只是意外。吃多了，我难受的说道。下一刻，林慕瑶的身体靠了过来，她温热的手抚摸着我胃部的位置，轻轻的揉捏。我紧抿着唇瓣，僵硬着身体一动不动。我不知道我多久睡着的，我也不知道林慕瑶多久睡着的，我们就保持着这样尴尬的姿势一个晚上。在长白山一周，我们去滑了雪，堆了雪人，打了雪仗，我们还去玩了漂流。而后我们去了渭南市，爬上了华山。我们在华山上看了日出日落。我们到了华山西峰，去挂了金锁。我买了长寿锁。我看到林慕瑶的脸色都变了，她什么都没买，就默默地走在那么多锁之间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我小心翼翼地挂上了长命锁，满心至诚，因为锁上面是林慕瑶的名字。挂完之后，我去找林慕瑶，我顺着林慕瑶的目光看到了一把同心锁，上面写着林慕瑶和顾晨。我没多问林慕瑶，也没多说。离开华山，我们直接去了内蒙古。在内蒙古的时间有些长，我个人想要多待一段时间。我喜欢那里的辽阔，喜欢那里的蓝天白云。我在草原上策马扬鞭，我以前其实并没有骑过马，这是第一次，却好像一点都不害怕。林慕瑶在后面追我，我隐约听到他在让我慢点，声音带着恐慌。我果然还是从马上摔了下来，鼻血都摔出来了，流了好多，好久都止不住。林慕瑶手足无措，他扶着我就要送医院，我死活拒绝了。去了医院，瞒着他的事情不都露馅了吗？他骂我你不想活了是吗？不是，我很诚实的摇头，我只是活不久了。你怕我死吗？我突然问他。林慕瑶冷冰冰的说道，死了最好，免得祸害人。可那天之后，林慕瑶却再也不带我去骑马了，他就陪着我在草原上漫步。那几天，我经常听到他半夜接通电话，不是经纪人打来的，就是宋景年打来的。我知道我拖累了林慕瑶，林慕瑶现在的势头正好，这个时候更应该借助这个热度，稳固自己在娱乐圈的地位，而不是突然像消失了一般。是我任性了，林慕瑶，我们回去了吧？我突然开口。此时的他正坐在酒店的电脑前，做去西藏的攻略。去西藏的时间会比在内蒙古更长，所以旅途需要考虑的就会更多。他做得很仔细，他抬眸看着我。我说苏柔打电话来催我回去了。我看到林慕瑶笑了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。他说顾晨，我很好玩是吗？我沉默不语。林慕瑶愤怒地将电脑砸得稀巴烂，狠狠地扔在了地上，道：我真的像条狗。说完，然后摔门而出。我看到他手背上的血，终究没有勇气叫他留下。第二天，我收拾行李，准备自己离开。打开房门就看到林慕瑶站在门口，有那么一瞬间，让我觉得他昨晚哪都没去，就在这里，心口痛到窒息，脸上却依旧平静淡漠。去上海，林慕瑶说。我怔怔地看着他，耽搁不了你几天时间。林慕瑶冷漠又倔强，我还是跟着林慕瑶去了上海。去了迪士尼，却如他所言，耽搁不了几日。我们去看了烟花，在人群的阵阵尖叫声中，看着漫天飞舞的烟花缓缓消散，像生命一样销声匿迹。我转头偷偷去看身边的林慕瑶，她戴着鸭舌帽和口罩，全副武装的掩饰自己。可那一刻，我还是清楚的看到了她眼眸中的璀璨，就像她余下的人生一样，还有很多美好。垂眸之际，身体突然被人紧紧的抱住，心跳很快。我和林慕瑶旅游2个月，我们住在一个房间，睡在一张床上，除了第一天到长白山那晚他帮我揉胃之外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密的举动，手都没有牵过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林慕瑶是刻意的在和我保持距离。这一刻，我却也伸不出手去推开他。他抱了我许久，烟花散去，人群散去，工作人员开始催促游客离开。他放开了我，他的眼眸依旧清澈明亮，一如初见。他踮脚隔着口罩，亲吻着我的唇瓣。顾晨以后要好好吃饭。我点头，拼命的点头，眼泪一直在眼眶中打转。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我怕我一开口，我坚持了那么多年的防线会一瞬间崩塌。我们回到了酒吧，我以为今晚之后我和林慕瑶就结束了，我们彼此不会再有遗憾。可第二天天还未亮，林慕瑶的电话就被打爆了，因为她上热搜了。新晋影后林慕瑶疑似劈腿，纯情小白花人设崩塌。林慕瑶携英俊男子出游迪士尼激情拥，林慕瑶宋景年分手。林慕瑶接了一个上午的电话，事情好像很严重。下午林慕瑶的经纪人来到了上海，经纪人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可以说对我是厌恶到了极致。他和林慕瑶在房间里面讨论着怎么公关，两个人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。经纪人放下狠话，林慕瑶，我能把你一手捧起来，也能让你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我不在乎。林慕瑶不为所动。经纪人气得摔门离开。不过晚上经纪人又回来了，他说我先把他送走，不准。林慕瑶一口拒绝。林慕瑶，我想离开了。这时我开口。林慕瑶紧紧地看着我，我低垂着头，不敢去看他。我想回去，苏柔还在等我。你以为我们的照片现在被网上大肆传播？苏柔没有看到他质问我，我还未开口，他斩钉截铁地说道：我会处理。我愣了一秒，经纪人激动了，你处理？你怎么处理？林慕瑶又要和经纪人吵起来。那一刻，我开口道：林慕瑶，我不需要你为我处理什么，我要回去给苏柔解释。林慕瑶脸色阴冷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觉得林慕瑶想要掐死我，可最后他也只是冷冰冰地丢下一句话：随便。说完之后转了身，我没去看他的背影，只对经纪人说了句麻烦你了。
经纪人带着我从酒店的后门离开，那里停着一辆保姆车。我坐上去那一刻，看到了宋景年，他看着我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顾晨，当年你答应我什么了？”当年我和林慕瑶分手的时候，答应过宋景年再也不会出现在林慕瑶面前。我们3个人是高中同学，后来大学我和林慕瑶一同考去了北京，宋景年也考到了北京。在北京我们遇到了苏柔，苏柔对宋景年一见钟情，为了追他，苏柔主动接近我。苏柔的性格很好，久而久之，我们反而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，以至于最后我还让苏柔帮我离开林慕瑶。而宋景年虽然也是北漂，但他家里是做生意的，父母人脉很广，家境优渥。他确定在北京发展后，他父母就给他在北京3环内买了一套房子，甚至于他进娱乐圈，他家里人还可以给他铺路。这样的出身跟我和林慕瑶有着天壤之别。苏柔好一点，苏柔是北京土著，有房子和北京户口。我和林慕瑶都来自于贫困家庭，我爸是赌鬼，把家里所有都赌光了，甚至把我妈都给卖了。我上初2时，我爸因为赌博欠债太多，被人活活给砍死。我是我奶奶带大的，考上大学后，我奶奶也生病去世了。林慕瑶没有父亲，他父亲出车祸意外死亡后，他母亲带着他改嫁，改嫁后他母亲又生了个弟弟，他母亲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他重建的家庭上，对林慕瑶不闻不问，他活得像个孤儿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觉得我和林慕瑶能够在一起就是惺惺相惜。我们都有着不太幸运的原生家庭，才会更了解彼此，才会更想用爱去温暖彼此。所以那么多年，宋景年一直没能插足我们的感情，尽管他对林慕瑶明是暗示过很多次。我早说过，你只会拖累林慕瑶。宋景年看我没有说话，又愤怒地说道：“5年前林慕瑶因为你在娱乐圈一直不能发展，5年后林慕瑶又要因为你重蹈覆辙吗？”宋景年说得很对，5年前要不是我，林慕瑶在娱乐圈早就发展起来。他刚毕业那年被星探发现进入了娱乐圈，他其实也纠结过，但对比起来进娱乐圈确实更容易赚钱，换成其他普通工作，我们一辈子也别想在北京买房。可林慕瑶签约经纪公司后，很长一段时间接到的都是一些微乎其微的小角色。刚开始我一直以为是林慕瑶时运不，毕竟他那张脸稍微包装一下就是王炸。后来林慕瑶一次拍戏受伤，我才从宋景年口中得知，林慕瑶因为我推掉了很多应酬，而他那张我引以为傲的脸反而成了他发展的阻碍。很多投资方看着他那张脸就动了歪心思，他一旦拒绝就会被恶意打压。如此2年，林慕瑶在没什么收入的情况下，为了维持我们的生活，还要去给剧组的主演做高难度的替身，一次一个失误，从2米高的台子上摔了下来，差点摔断了腿。那天在医院，宋景年直接给了我一巴掌，下一刻却又崩溃的求我离开林慕瑶。他说：“你只要离开林慕瑶，我会找资本捧红他，只要有一个平台，林慕瑶就可以大红大紫。离开林慕瑶，你要多少钱你随便，我倾家荡产都满足你。”我问他一定要我离开他，你才会帮他吗？宋景年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我没那么伟大。”我看到病床上满身是伤的林慕瑶，回想起我每次去剧组看到的都是林慕瑶对每个人的卑微姿态，想到这么多年林慕瑶和我住的那个寒冷地下室，他真的可以走更远更远更远的。我同意了，但我们要宋景年的钱。不过宋景年最后还是给了我100万，也就是那100万，其实在某段时间救了我的命。我离开林慕瑶半年不到，查出了血癌。苏柔一直以为我是因为得病才选择离开林慕瑶，我没有解释，我也不想破坏宋景年在苏柔心目中的男神形象。我后来甚至还有些感激宋景年，他真的让林慕瑶过得越来越好。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林慕瑶吗？我问宋景年，我知道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找我，上一次他主动找我就已经想好了所有，让我不得不离开林慕瑶。这一次也是，他说顾晨，你别怪我，你自己也看到了，你和林慕瑶根本没办法在一起。只要外界认定了林慕瑶始乱终弃，他立马就会塌房贷，一旦塌房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毁约，而有些毁约是要赔偿违约金的。现在林慕瑶手上的合约加起来，绝对可以让林慕瑶赔的倾家荡产，甚至负债累累。我淡定看着宋景年，你直接说重点吧。宋景年也很直接，你出面给林慕瑶澄清，你说你就是林慕瑶口中抛弃他的人。现在林慕瑶发展好了，你又想要和林慕瑶重新在一起，但被林慕瑶拒绝了。你不甘心，就提出了一个要求，让他陪你去一趟迪士尼看烟花，然后就不再打扰他。林慕瑶同意了，你却耍诈，主动亲了他，以为可以挽回林慕瑶，不但被林慕瑶厌恶，想到还演变成这种糟糕的局面。现在林慕瑶彻底不理你了，你很后悔，所以把一切真相都说了出来，希望所有人可以相信林慕瑶，一切都是你的错。我听着宋景年的话思考了许久，就这样吗？后面的公关我和林慕瑶的经纪公司会处理，你只要做好这个就够了。宋景年很坚定地说道，随即又补充了句，放心，我们不会亏待你。意思是他又会给我钱，我答应了。好，5年前都没有犹豫，更何况现在我都要死，我唯一的遗愿也只有林慕瑶可以好好活着，可以活得很好。所以第2天一大早我就录制了视频，发布在了网上。视频一出，很快冲上了热搜。林慕瑶劈腿对象是初恋，初恋主动为其澄清，反转林慕瑶被初恋暗算，初恋承担所有错误。宋景年为林慕瑶发声，坚定不移地相信林慕瑶。在那一刻，我接到了林慕瑶的电话，谁逼你这么做的？红姐还是宋景年？林慕瑶愤怒地质问。红姐是他的经纪人，在娱乐圈手段强硬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出了名的女魔头，是我自愿这么做的。为什么林慕瑶不相信？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收了你经纪人200万。林慕瑶在那边沉默了很久，我不知道她现在到底是什么心情，我只知道我心痛到麻木好久。林慕瑶的口气突然平静的吓人，
他说我现在的身价还比不过200万吗？撒谎都不会。你经纪人说你要是这次塌房，别说200万了，你会赔到倾家荡产。铃木瑶问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答道人都是现实的，我只要官宣我们的感情，我的纯情人设还在，我不会塌房。我唯一对不起的只有宋景宁，但这些我的经纪公司会处理，他们不会放弃我。我现在很赚的。铃木瑶声音中带着细微的哽咽，我紧咬着唇瓣，不敢出声。此时的我也已泪流满面。为什么？你就是不信我？铃木瑶失声问我。当年如此，现在也如此。我不是说过我会处理好的吗？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口吻平淡而冷漠，忘了我吧，我不值得。他笑了，不知道在嘲笑我，还是在嘲笑他自己。顾晨，我这辈子活该被你这么一次次的践踏。铃木瑶的负面新闻很快被压了下来，如昙花一现，根本就不需要去怀疑娱乐圈的公关能力。铃木瑶依旧是那个顶流，她和宋景言这对 CP 依旧被人磕到爆。他们一起上了很多恋爱综艺，一起出门旅游，他们彼此会去彼此的剧组探班，他们一起回家，一起买同进同出。我偶尔会被媒体拉出来炸个尸，除了引一波流量，更多的是为了凸显铃木瑶和宋景言之间的感情。我已经半年没有去医院复查了，医院给我打了几次电话，我都忽略了。直到那天早上，我醒来后看到床头上都是血，我还是被吓到了，所以我还是去了医院。但当时头太晕，身体太弱，我只能求助苏柔。苏柔算是一路陪我走过来的，但这一次她见到我的第一眼，眼泪一下就忍不住流了出来。顾晨，你怎么把自己糟蹋成了这个样子？我没有糟蹋自己，是病魔缠身，我也控制不住，甚至我真的有听话的好好吃饭。素柔送我去了医院，我被医生一顿骂，说让我每个月都去复查，我不去，现在好了，病情严重了，很严重了。我问他我还能活多久，医生没说话，素柔在旁边也紧张到不行。没关系，我能够接受，我很淡定的说道。1个月，医生轻轻的说道，或许不到。我心还是就痛了一下，原来我只剩下1个月了。当时查出血癌的时候，我就以为我要死，坚持了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做好了死的准备，真正到这一刻，却好像又有点接受不了了。但我没哭，素柔在旁边突然哭得撕心裂肺。医生那一刻倒不知道到底是安慰我还是安慰他。我拽着苏柔离开了医院。其实医生也有建议我留在医院，说万一还可以抢救，然后抢救过来又等死嘛。我觉得医生有时候也挺幽默的。我坐在苏柔的车上，苏柔就一直趴在方向盘上哭。苏柔，你别哭了好吗？我有些无奈，为什么好人就是得不到好报？顾晨，你这么好的男人，为什么会遭遇这些？苏柔大概是终于忍不住了，把心里的难受说了出来。老天爷到底是眼瞎吗？说不定我上辈子作恶多端，所以这辈子才没得好过。但我相信我下辈子一定会是一个很幸福的人。苏柔听到我说的话，哭得更凶了。好了，别哭了，你答应我要陪我去看地的，你不要让我死了都没处安放。我催促着苏柔，苏柔擦了擦眼泪，点了点头。我和苏柔回了我的老家。我其实不喜欢这座城市，我童年的所有不幸都在这座城市。唯一庆幸的是我在这座城市遇到了铃木瑶。何况落叶总要归根，北已经终究不属于我。我和苏柔跑了很多地方，我看上了一片荒野，那片荒野面朝大海，周围长了很多芦苇，一眼望去真的很美。苏柔很不喜欢这里，这么偏僻，周围啥都没有，你不怕吗？你听说过鬼会害怕吗？以后你每年来看我一次就行了。我喜欢白菊花。我说到又突然想到，从北京来这里有些太远了，于是改了口，5年1次也行。我这个人最耐得住寂寞了。苏柔眼眶又红了，选好了目的，我也不准备回北京。北京我没有家，房子一直是租的，房东对我很好，我不想因为我的死影响到他以后的出租。当然这里我也没有家，我都想好了，我就去住本地的医院，死在医院就不会影响到任何人，只是死了之后还得麻烦苏柔从北京来这里给我火化，然后把我的骨灰埋葬在我选好的地方。我把我的安排给苏柔说了之后，苏柔也不急着回北京了，她非要陪着我，我赶不走她，所以让她陪我去了一个地方。那是一个有些老旧的小区，小区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游乐场，很多小朋友在那里玩耍。我的视线放在了一个2、3岁的小女孩身上，她胆子很大，非要自己滑滑梯，陪在她旁边的大人很焦急。花花听话，外婆扶着你上扶梯，我自己可以，外婆你看我玩。小女孩推开她很无奈，只能在旁边保护小女孩。小女孩玩了很久，花花我们回家了好不好？一会儿你外公爸爸和妈妈还要回来一起吃饭。她温柔地哄着她，可是我还想再玩一会，我们下次再玩好不好？好吧。小女孩乖乖的点头，又撒娇到外婆我要抱抱。她宠溺的笑了笑，抱着小女孩离开了。离开的时候，她似乎回头看了一眼，又转身走了。我也转身离开了。苏柔在旁边问我她是谁，我妈。你有妈妈？苏柔很惊讶，我也不可能是石头里面蹦出来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也不怪苏柔惊讶，这么多年她没见过我任何一个亲人。我生病了，除了我自己就是苏柔，我妈其实也不记得我了。当年她被我那赌鬼老爸卖了之后，遭遇了很多非人的折磨，整个人就变得疯疯癫癫。我爸看我妈疯了，就把我妈赶出了家门。我还记得当时我跪在地上求我爸不要撵我妈走，我爸一脚踹在了我的额头上，满脸都是血，额头上至今都还留着一道疤，过被我用刘海挡住了。好在我妈被赶出去后，反而遇到了一个好人收留她照顾她。时间久了，我妈的精神状态渐渐也好了很多，2个人还组建了一个小家庭，只是不再记得曾经的事情了。不记得也好，如果可以，我也想忘记。你既然有妈妈，为什么不？苏柔突然想到什么，惊奇地问我。我知道她想说，为什么不找我妈妈来配骨髓？我妈都不记得我了，我不想去打扰她的生活。比起生死，有些生活更苦，比如我妈的曾经。何况我妈没有多生孩子，那个小女孩的母亲是那个男人和已故前妻的孩子，我就只有我妈一个人的希望。她要是匹配不成功，我还毁了她的人生，不值得。现在看着她生活的这么好就够了。顾晨，你真的太善良了。苏柔不知道
来龙去脉，但他还是冷不丁说了这么一句话。我笑着解释，何尝不是为了下辈子能够幸福？苏柔骂我傻瓜，人哪里会有下辈子？过完一生就是一生。我还是让苏柔回去了，她不能为了我连工作都不要了。但我答应了她每天和她视频，她怕我就这么静悄悄的死。我其实不会，我还要麻烦她把我埋葬在我喜欢的地方。她回去之前鼓起了很大的勇气问我，顾晨，你真的要一直瞒着林慕瑶吗？你告诉她了？我一下变得紧张没有？苏柔连忙安慰我，我不会。我平静下来，也觉得刚刚的自己太激动了。我只是觉得苏柔似乎也不知道怎么说。坦白到林慕瑶给我打过电话，我诧异的看着她，她不让我告诉你，但我不想瞒你。苏柔直言道，就是你和林慕瑶的事情东窗事发后，你发誓凭给她澄清的第二天，她打电话来给我解释，她说你和她没有什么，你们没有做过任何逾矩的事情，新闻只是告别，而且还戴着口罩。她还强调说你很爱我，哪怕她用金钱诱惑你，依旧为我守身如玉。我默默的听着，不敢去想象林慕瑶给苏柔解释时，她那时的心情分明都那么恨我了，却还在卑微的为我考虑。这段时间林慕瑶和宋景年感情这么外放，我总觉得不只是为了给大众一个交代，她还在故意做给我看的，就是想要让我相信你们之间没什么。苏柔边说边叹气，我的眼泪也顺着眼眶控制不住的往下掉。我说苏柔，这就是我要瞒着林慕瑶的原因，人都是相互的，她处处为我考虑，我何尝不是？苏柔理解的她只是在惋惜我和林慕瑶的感情。苏柔走后，这个城市就剩下了我一个人，唯一能够打发时间的就是看林慕瑶的电影电视剧了。我把她所有的电影电视剧都翻出来看了个遍，隔壁床的病友都忍不住感叹，我觉得我已经够喜欢林慕瑶了，在你面前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林慕瑶的铁粉。她是没有认出来我是林慕瑶的前男友，毕竟我现在的样貌我自己都快认不出来了。那天我在走廊上散步碰到了宋景年，他武装的很严实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。他从我身边走过，没认出我是吧？我就说我现在的样子很难让人认出来了。我去医院的后花园晒太阳，坐在椅子上昏昏欲睡。顾晨，我睁开眼睛看着他，真的是你？他惊讶道，你怎么变成了这鬼样子？我没有回答他，只是往周边看了看。林慕瑶不在，我回来看我妈，她生病了。要不是我去医院查了一下，我根本不敢相信你就是顾晨。他狠狠地看着我，似乎还是不能相信。你怎么会这样？你去医院查了，我不就应该知道了我所有的情况吗？我淡淡的回答道。宋景年默认了，下一刻又突然变得激动。林慕瑶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这就是你离开他真正的原因，算是吧？宋景年咬了咬唇瓣，又说道，医生说你活不了几天了，对我不会告诉林慕瑶的，我不会告诉他你要死。宋景年斩钉截铁的说道，我知道。宋景年转身就走了，可那一刻我恍惚看到他眼眶好像红了，等待死亡的日子过得很，却又转瞬即逝。我终于要死了，就好像真的有感知一般。我很清楚的知道我就是要死了。我给苏柔发了视频，我说我不行了。苏柔放下工作赶了过来，她来见到了我最后一面。我说苏柔，我有些遗言要说。她点头疯狂地点头，好你说。我用手机记下，我想笑可我已经笑不出来了。我其实也没太多的遗言，我就是手上还有些钱，之前宋景年给我的100万我用的差不多了，后来宋景年给我的200万我还一分没动。我把钱分别储存在了2张银行卡里面，一张给我妈，但不要告诉她是我给的，另外一张我让苏柔自己留着。这些年多亏了她，我一个人真的太寂寞了。苏柔一边记下一边哭成了狗。苏柔，我还有一个遗愿。我声音变得很小很小了。苏柔点了点头，我记着。我张了张嘴，我太累了，我不知道我说出来没有，没有就算了，其实也不太重要。我重重的闭上了眼睛，那一刻我看到了还是少女的林慕瑶，她穿着白色裙子，干净又清澈。她坐在我旁边的位置，用身体帮我挡住刺眼的阳光。我趴在课桌上睡觉，耳边是她温柔的声音，顾晨，你安心睡，我陪着你。我嘴角扬起笑容，林慕瑶如有来世，我一定不负时光，不负你。后记林慕瑶篇。我很久没有回过老家了，这次因为拍戏，我回到了那座城市。我去看了我母亲还有我弟弟，他们对我很客气，不管如何我每个月都给了他们很多钱，看在钱的份上，他们也不至于给我甩脸色。但没有感情就是没有感情。我从家里离开那一刻，我明显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如释重负。我想我应该很久都不会再回来了。我在老家拍的最后一场戏是在一个海边，那里很偏但很适合拍外景。我后戏的时候为了找感觉，随处走了走，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土坟，小小的一个，孤孤单单的在一片芦苇之中。如不是土坟前面摆放着一束已经枯萎的白色菊花，我都不敢确认这是一座坟。毕竟谁会把自己埋葬在这里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后人一年到头想要来拜祭东南，可不知为何，我看到土坟那一刻，心口突然就一阵钻心刺骨的痛，就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人埋在了这里，亦或者因为坟实在太孤独，所以产生了怜悯。我分辨不出来，我只知道我的眼泪控制不住的一直往下掉。我甚至回到北京后，还会经常想起他，一想起心口就会痛，密密麻麻的痛。大学同学会，班长无论如何也要让我参加，他说大明星不能耍大牌，他要曝光我。我随口问了句苏柔会来吗？他说会，我就去了。我想苏柔会来，顾晨就会来。我不是对顾晨还放不下，好吧，我不想骗自己，我就是想要看看顾晨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因为我而影响他和苏柔的感情。结果同学会那天我没看到顾晨，只看到苏柔酒过3巡。我问苏柔顾晨呢，怎么没来？他看了我许久，然后低下头，什么都没说。我想他终究是对我介意的，所以我也没有再多问。同学会散场的时候，一个陌生男人来接苏柔，他们看上去很亲密。苏柔他是谁？我没忍住质问他。我是她老公男人，自我介绍。什么意思？顾晨呢？你和顾晨分手了？我不相信，对，分手了。苏柔看着我，斩钉截铁地告诉我，为什么？就因为那次。可我给你解释了，他撒气般的回我。我慌张地说道，是我作为女人，我介意有错吗？我一巴掌打在了苏柔的脸上，苏柔没有还手，很多人过来拉住失控的我，正在原地很久都没有反应。顾晨去哪里了？我问苏柔，苏柔没有告诉我。可那之后，我不能自己的想顾晨，我认输了，哪怕顾晨怎么伤害我，我还是忘不了他。
我跟宋景年坦白了，对不起，我要去找顾晨，在此之前我会先退出娱乐圈，我不想因为任何事情干扰我和顾晨的感情。这次不管发生了天大的事情，我也绝不会放手了。铃木瑶，这么多年我终究比不上顾晨吗？宋景年问我们交往2年了，你碰都不让我碰一下，我到底哪里比他差？我没回答，回答不出来。真正喜欢一个人是盲目的。铃木瑶，你确定要分手吗？他突然平静了，或许是心死了。对不起，我道歉。答案却很明确，他说好我们分手，但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和顾晨在一起了。我看着他笑得冷血。我没有顾晨那么伟大，所以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，我要让你悔恨一辈子。你在说什么？顾晨早死了，死了都快2年了。他狠狠地说道。你不知道吧？他很多年前就得了血癌，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匹配的骨髓，所以2年前就无药可救死了。对了，就是他第2次离开你之后的没多久就死了。我不相信我听到的，宋景年一定是疯了，疯了才会胡言乱语。他为了不拖累你，所以故意和苏柔在一起。事实上，从头到尾他爱的人都只有你铃木瑶。你知道他死前是什么样子吗？瘦的皮包骨，头像个行走的骷髅。宋景年不停地说，我颤抖将他叫停。宋景年，你够了！没够他疯狂地继续说道，我就是要告诉你，顾晨到底有多惨，为了你有多惨，而你却不珍惜他为你牺牲的一切。铃木瑶，你现在去找顾晨又算什么事呢？你口口声声说顾晨不相信，可你又真的信任过顾晨吗？你要是真的信任他，就不会相信他会真的抛弃你，就不会在他死去2年后都不知道他为你做的一切。铃木瑶，你真是活该！我不想再听宋景年说一个字，我转身离开了。我要去找顾晨，我要亲眼见到他。我没找到顾晨，因为顾晨真的死了。苏柔把顾晨的死亡报告和尸体火化单给了我，他带我去了顾城的坟地。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看到那座坟会那么难过，因为顾城埋在了这里，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这里。他是怕我找到他吗？所以把自己藏在了这么偏远的地方。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接受顾城死亡的，或许我一直没有接受，我怎么能够接受顾城就死了呢？宋景琰说的很对，我真的是活该，我不应该去质疑顾城对我的感情，我不应该相信顾城会真的离开我。分手那几年，哪怕有一次我去查查顾城离开的原因，哪怕有一次我坚定不移的相信他对我的感情，哪怕有一次我没有放手，我也不至于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也不至于和顾城发展成这样。我现在遭受所有的痛，都是我咎由自取。我一天天地变得浑浑噩噩，有时候还会出现幻觉，我会时不时看到顾城，看到他就在我面前，可每次我想要抱他的时候，他就不见了。是不是要真的死了，顾城才不会消失？我第一次有了轻生的念头，是在我32岁生日那天，拿起刀准备割腕的那一刻，我收到了时光不负的生日祝福，他每年都送，从未断过，他的祝福语也从未变过。铃木瑶，生日快乐，长命百岁，长命百岁。我活那么久做什么？可因为这句话，我鬼使神差的放弃了自杀。后来我每次有想死的念头，我就看看时光不负的生日祝福，每一年收到他的祝福时，我都会对顾城说一声，顾城你看我又多活1岁了。我就这么一直反复，我活到了78岁，我真的尽力了，我没办法等到他的下一个生日祝福。于是我第一次主动回了他的信息，我说明年不用再发了，谢谢你苏柔。很久后那边回复了一句好，我放下了手机，现在我终于可以坦然的去见顾城了。